女人告诉丈夫自己怀孕了，可却被丈夫反手甩了一巴掌。高剑锋，你疯了！我老婆背着我偷人，还把肚子搞大了，你说我疯不疯？原来高剑锋到医院里检查过，医生说他生育的几率只有1/1000。第一情商点说，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有孩子。徐家人一听也纳闷了，说自打他跟高剑锋结婚后，就没再有过别的男人，这孩子绝对是他的啊。随后又安慰丈夫放宽心，兴许是老天爷看他们可怜，才赐给他们这个孩子的吧。可气急败坏的高剑锋却听不进这些好话，直接将徐家人赶了出去。此时的两人怎么都不会想到，这争吵的一幕竟会是他们的最后一面。第二天清晨，高剑锋被发现横死家中，脖子处有道巨大的伤口，鲜血遍布全身。刑警队队长刘队向高剑锋的邻居张谦询问了相关情况。张谦说，昨晚他的确有听到隔壁的争吵声，出来时还看见徐家人被关在门外。他原本以为只是小两口吵架了，所以就没怎么放在心上，怎么也想不到竟会闹出人命。刘队随后又问他高剑锋夫妻感情如何，张谦说两人平时挺要好的，很少看见他们吵架，还说男的刚出差回来，其他的他就不清楚了。张谦走后没多久，徐家人才在小区保安王斌的带领下来到现场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要相信警察，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。不可能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样了？徐小姐，徐小姐。因为高剑锋是在自己家中被害，而案发当晚又跟妻子徐家人有过争吵，所以警方暂时先将徐家人列为第一嫌疑人。徐家人对此事愤恨不已，痛诉自己刚没了老公，也是个受害者，怎么能怀疑到他头上呢？刘队说，他们也是按流程办事。根据目击证人所说，徐家人当晚曾被高剑锋赶出门外，只要徐家人能够提供不在场证据，那么就可以解除嫌疑。谁知徐家人一听这话，眼神顿时躲闪了起来，他心虚地瞥向一旁的保安王斌，随后跟警方说，那晚只有他一个人，没有人可以证明。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，刘队一眼就看出了徐家人是在撒谎，警告他如果再不说实话，自己有权将他传唤到警局配合调查。可徐家人仍旧不肯说出真相。而就在这时，一旁的保安王斌开口了：警官，我可以证明那天晚上徐小姐她不在案发现场，因为她跟我在一起。原来当晚正在值班的王斌看到徐家人大半夜的哭着眼睛跑下楼，就上前询问情况。得知徐家人被赶出家门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王斌邀请徐家人到他的宿舍暂住一晚。王斌还强调说，徐家人当时是拒绝的，是他硬逼着他才答应，并且直到第二天一早高剑锋出了事，徐家人才被他叫醒，所以他能证明徐家人一整晚都在他的宿舍没有出门过。此话一出，的确是替徐家人提供了有力的不在场证明，但却也引起了高母的极大不满。儿媳跟保安走得那么近，而且竟然还在他的宿舍里过夜，这种事也太离谱了吧。况且儿子的身体高母也略有耳闻，他的心里也不免对徐家人肚子里的孩子产生怀疑。精明的高母怀疑儿媳先是跟王斌有染，随后又合谋害死了自己的儿子，不由分说也将徐家人赶出了门外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徐家人在刘队的陪同下，带着婆婆高母来到高剑锋生前的主治医生面前，可得到的回答依旧还是高剑锋生育的几率只有1/1000。刘队也开始怀疑这孩子不是高剑锋的骨肉，可徐家人却发了疯似的表示不可能，说他只有高剑锋一个男人，这孩子不可能是别人的，并表示他一定会把孩子生下来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你再仔细想一想，有没有可能是在你没有意识的时候发生过什么，或者……你不要说了。总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孩子就是剑锋的。徐家人坚定的态度让高母有些动容，毕竟这孩子也有1/1000的可能是他们高家的血脉。现如今高剑锋已经撒手人寰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替他们高家延续香火的机会了。为此他也不得不拼一下，决定再信徐家人一回。
几个月后，尽管作案凶手还没找到，但徐家人已经渐渐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走了出来。此时的她每天都在期待着肚子里的新生命的到来。而在这段时间内，王斌一直对她照顾有加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像是业主跟保安，反而更像是一对无话不说的朋友。这天，徐家人说他家里的水管坏了，因为要去医院体检，他把家里的钥匙交给王斌，让他有空帮忙修理一下。王斌欣然答应，还说他会像以前一样把钥匙藏在门口的地毯下。显然这样的事以前也发生过。王斌把水管修好后，按约定将钥匙放在门口的地毯下，并发短信通知了徐家人。可他接下来的动作却令所有人震惊。王斌并没有离开徐家人的家，而是径直走进了他的卧室，随手抓起空气中的香气往鼻子送去。享受一番过后，他还是没有离去，而是直接爬进了徐家人的床底，静静等待夜幕的降临。深夜，熟睡中的女人不知道，阴暗的床底下正有一个男人拿着镜子看着自己。确认女人熟睡后，男人从床底下爬了出来，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，在上面喷洒一些不明液体，随后盖在了女人的鼻子上。等女人彻底没了意识后，男人就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，爬上床，一套动作一气呵成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这显然已经不是男人第一次这么做了。几个月后，徐家人顺利诞下一名男婴，她坚信这是离世的丈夫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孩子患有先天性血液障碍，需要等待适配的血型输血。而更让她崩溃的是，这孩子竟然跟高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孩子不可能是高剑锋的骨肉。徐家人震惊不已，她坚信自己绝没有背叛过丈夫，可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，她又该拿什么来辩解？高母愤怒暴走，将徐家人臭骂一顿后就离开了医院。婆媳关系彻底决裂，徐家人陷入到巨大的无助以及绝望之中，而这正是王斌趁虚而入的好时机了。徐小姐，不管多久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愿意在你身边照顾你。我值得你对我这么好吗？值得，值得。不光是你，还有你儿子。我想将来能够照顾你们。王斌的话深深打动了徐家人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心已经开始慢慢向王斌靠拢。然而就在王斌以为他即将抱得美人归之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这天，王斌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，却在病房外看见了徐家人的邻居张谦。按说张谦也是王斌的业主，但王斌一看到他就想灰溜溜的离开，可却被张谦叫住。张谦说他这次来主要就是为了看望邻居，说完就准备离开。然而临走时，他跟王斌对视的那一眼，显然暗示着两人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果不其然，当晚王金就将张谦约了出来。我跟徐家人聊天聊得挺开心的，你说要是我下次找他聊天的时候给他聊点别的，他会更感兴趣。原来早在几个月前，张谦就发现了王斌的秘密。彼时的他只把这当作一场桃色新闻，并没有想插手的意思。但随着高剑锋的意外死亡，再加上他做生意失败欠了点钱，他突然冒起了敲诈勒索的念头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奸计败露，王斌已经向张谦支付过一笔封口费，可张谦嫌钱少，竟再次向他索要钱财。王斌不肯，争执中还出手教训了张谦一顿。张谦，你别以为我怕你啊，别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反正已经杀了一个，大不了再杀一个，别逼我。王斌没想到，他的恐吓非但没有把张谦吓退，反而把他逼急，直接找上了徐家人。张谦明确表示，这次是个警告，如果王斌再不拿出10万块来，明天他就会把真相告诉徐家人。张谦不知道，他的这番话已经将他推向死路。兄弟，摊子头上一把刀，我给你10万块钱，就怕你没这个命。小师傅，怎么？王斌以为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然而天网恢恢，警方在调查案发现场时，
从对面便利店的监控探头里看到了王斌在案发前后进出大楼的身影。这位无处不在的保安顿时引起了刘队的高度注意，他立刻对王斌展开调查。而就在这时，医院那边传来一个好消息，有个好心人的血型跟徐家人的儿子刚好适配，并且还愿意为他输血。徐家人经过一番打听后，从护士口中得知，这个好心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王斌。护士还说，输血时王斌一直强调，只要能救孩子，输多少都无所谓。不知道的人啊，看他着急的那个样子，还以为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呢。徐家人听后心头一颤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可怕至极的想法，但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刘队就不一样了。从护士口中打听到王斌跟徐家人的孩子血型匹配之时，刘队更加确认心中所想，当即向他调取了王斌以及徐家人儿子的血液样本。而结果真不出他所料，徐家人的这个儿子就是王斌的。但现在的他们也无法确定，徐家人到底是跟王斌通奸生下的这个孩子，还是在无意识中被王斌强奸所生。于是他们给徐家人挂去了电话。此时的徐家人已经带着孩子出了院，因为无处可去，暂住在王斌家里。听到警方说王夫的案件有了新进展时，徐家人立马激动了起来。可警方要求他独自一人前往警局，并且要对自己的行程保密，也让他的心里隐隐不安了起来。在王斌问他要去哪里时，徐家人谎称是医院打来的，把孩子交给王斌后，他立刻赶往了警局。从刘队手中接过那份亲子鉴定报告后，徐家人瞬间崩溃到无以复加。他确信自己从未和王斌发生过关系，这孩子怎么可能是他的？徐家人的反应让刘队确信王斌是在他无意识时跟他发生关系的。徐家人表示自己从未在外过过夜，王斌也没有他家里的钥匙，他如何能对自己下手呢？刘队还想再问什么，可徐家人却猛然想起孩子还在王斌那里，急忙打去电话，但电话那头的王斌已经关机。原来就在徐家人匆匆离开后不久，敏锐的王斌就察觉到自己的奸计可能要败露，当即收拾起行李带孩子离开。然而他的目的最终还是没能实现。心虚的王斌在看到警察进到车站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慌得手足无措。在巨大的恐惧之下，他选择丢下孩子，不顾一切的仓皇逃窜。不料却在横冲马路时被疾驰而来的汽车迎面撞上，当场昏死过去。医院里，徐家人得到了见王斌最后一面的机会。此时的他因为伤及要害，已经命不久矣。垂死的王斌顶着最后一口气，挣扎地向徐家人说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原来早在看到徐家人的第一眼起，王斌就被她的美貌给深深地迷住了。但他知道徐家人有老公，所以只是把这份爱意深埋心底。可是一个意外却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高剑锋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到外地出差，而且一去就是大半个月，家里的琐碎小事都由徐家人打理。这天在小区巡逻的王斌看到徐家人家里的大门敞开着，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是徐家人家里的电路出了问题，已经约了电工，但是对方迟到了，而徐家人又赶着去上班。王斌说他可以帮忙看看，身为一个保安，会点水电也是很正常的，但徐家人却表示他要来不及了。情急之下，他竟直接将家里的钥匙交给王斌，嘱咐他修好后把钥匙放门口的地毯下就行。徐家人不知道，他的这个举动无疑是在引狼入室。垂涎他美色已久的王斌竟私自拿着钥匙另配了一把。每当高剑锋到外地出差，王斌就偷偷潜入到徐家人的卧室里，躲在床底下窥视着徐家人的一举一动。等到夜深人静时，他便兽性大发，先用迷药将徐家人迷晕，然后再趁机实施暴行。靠着保安的身份以及偷偷复制的钥匙，王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自由进出徐家人的房子，得手数次，并从未露出过马脚。直到徐家人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个夜晚，意外发生了。徐家人被高剑锋赶出家门后，被巡逻的王斌收留在自己的宿舍里。安顿好徐家人后，王斌继续到小区里巡逻，没多久就被高剑锋以维修水管为由叫到了家里。高剑锋大半夜的叫王斌来到家里，显然不可能是为了修什么水管，而是因为他发现了妻子跟王斌的秘密。正所谓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王斌潜伏在徐家人家里多次，终于有一次不小心将身份证落在了床底下，而这恰好被正在气头上的高剑锋给找到了。
王斌看到身份证的那一刻，彻底懵了。高剑锋本就怀疑妻子对他不忠，王斌的反应以及出现在家里的身份证，无疑更加证实了他心中所想。他当即扑倒王斌，对他拳打脚踢起来，并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。王斌的意识渐渐模糊，在死亡的恐惧之下，他抓起地上的刀刃，猛地朝高剑锋的脖子划去。高剑锋手捂脖子，鲜血如潮水般涌了出来。王斌被这场面吓坏了，想喊救命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不仅会暴露出自己的龌龊行为，恐怕还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。这一刻，邪恶战胜了理智。王斌将重伤的高剑锋拖到卫生间里放任不管，直到第二天，高剑锋的尸体被清洁阿姨发现，才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。听完了全部真相，徐家人崩溃痛哭不已，他头也不回地向外冲了出去。王斌想要叫他，但他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。直到心电图彻底变为一条直线，他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失控的徐家人来到天台，准备一跃而下。生死关头，刘队抱着孩子及时赶到，而这时徐家人才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孩子要照顾。最终，母爱的本能让他放弃了轻生的念头。他将孩子揽入怀中，下定决心要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。而过去的事，就让他全部随风而去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还敢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陌生人吗？